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我今天呢又和大家来讲故事了。那今天的故事啊，我就觉得很兴奋了。今天讲的是阴兵借道的传说，因为在现在很多电影里边都有这样的桥段，某某主角一召唤，一帮鬼魂出来帮你打仗，呼啦啦呼啦啦的，一下子就扭转了战局，很刺激，也很气势恢宏。但是其实呢，这些事情在我们现代城市中基本你看不到的。那等一下和你们说为什么。那阴兵借道，我们现代人知道的就几个热点。那第一呢，是在故宫发生过，反正这故宫这个地方稀奇古怪的事情就很多。那还有呢，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救援的官兵呢看到过这种情况。那这些呢，在网上就有很多的记载，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版本，你们呢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那我今天来说的是阴兵的组成，为什么要叫阴兵？他们是哪里来的？历史上有没有人真的就驱使阴兵来作战？那么阴兵也被称为鬼兵鬼卒，实际上是阴曹地府里边鬼吏他的一支部队，专门呢负责押送大批量黑白无常他们搞不定的那些鬼魂。那么地府作为一个地方，它有等级，有管理，也有社会阶层，那和我们阳间的世界就一样了。那也会有警察来维持秩序，同时呢也会有军队。那要是把黑白无常的职责等同于警察的话，那么阴兵就是阴曹地府里边的军队的编制了，等级呢要比黑白无常要高。那由于他出来就不是一个两个的阿飘了，而是一群的阿飘出来，那影响性就不一样。那一个两个的阿飘呢是逛街，一群当兵的阿飘出来就是个群体事件。那么你想阴兵借道的动静有那么大，看到的人势必就会很多。所以阴兵借道自古以来在各种的神异事件中都会被详细的着重的记载。就比方说我们的古书《子不语》《聊斋》《太平广记》就记载了当时非常多的这种阴兵借道的怪异事情。那么历史上你说真的有阴兵借道这个传说吗？那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做阴兵借道。阴兵借道的这种说法是来自于道教。道教的五斗米道号称有意识阴兵的法术，他可以命令阴兵为他办事。那说到这个五斗米教，你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对吧？但是这个组织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他的创始人叫做张道陵。相传呢是在汉顺帝汉安元年，在公元142年的时候正月15，太上老君降临蜀地，传授了张道陵正一门威之道，并且告诉他，你在得道之后要扫除妖魔，救护生民。那么张道陵他得道之后就创立了道教，尊老子为教主，以道为最高信仰。永寿2年，也就是公元156年，升仙而去。他生于呢是公元34年，先去呢是在公元的156年，活了呢足足123岁。那么你们别问我为什么他这个道叫五斗米道，我想的是不能免俗。吃饱饭好干活，我们现在人去个健身房也要加入什么会员，要缴纳会员费。那么在古代入道的人呢，就需要上缴五斗米，所以起名五斗米道，也很直接。因为张道陵自称为天师，所以又叫做天师道。那除了这两个名字此教还有个名字就叫做鬼教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名字？因为入教的人自称是鬼卒，骨干的人员叫做祭酒。号称自己学完这个道法之后能够召唤鬼兵，也叫阴兵。在两晋时期的五斗米道就非常盛行。那有个著名的事件就是写下天下第一书的王羲之嘛，他的家族就是五斗米道的忠实粉丝。王羲之呢有个小儿子叫王凝之，当时呢带兵驻守在会稽城。这时候呢有人造反，这造反人叫孙恩，他带兵造反。那王凝之在面对造反的孙恩的时候他也不出兵，他也不设防，他就等着。然后呢，他在道场里做法祷告，跟大仙请示要借数万的阴兵来对付叛军，准备呢就靠这个阴兵来对付造反的孙恩。那么结局我们不用猜也知道了事与愿违，对吧？会稽城呢就被孙恩不费一兵一卒给攻陷了。那结局很惨，王凝之和他的全部子女以及后代全部被孙恩嘁哩喀嚓全部杀掉了。那阴兵没有借道，反而自己呢成为了阴兵。那你们又要说了，为什么王凝之他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还很有文化，为什么要这么相信五斗米教呢？其实当时不只是王凝之相信，当时的整个中原地区都非常非常相信，而且很多人他不光是口口相传，有大量的记载着里边阴兵借道的事情。
那么阴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种说法就是古代或者近代的这些军队，他败亡之后，那么这些死去的军人，他的灵魂就聚集在战场，不愿散去。那么这些灵魂啊，活着的时候就是当兵，他受过训练，都很团结，也很有组织性、纪律性。但是呢，他们死的时候，这些思想都停留在当时打仗的那个时间段，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死，心里有股怨气，我不服输，那还要继续战斗，要维护自己那份军人的荣誉。那这些阴兵往往出现在一些偏远无人的这些极阴的地方，所以说呢，看到的人就很少。那据说云南过去有个偏僻的地方，就曾经有人看见，当时呢还闹得沸沸扬扬的。不过呢，到最后呢，这些消息全部都被封锁起来。据当时看到的人回忆那应该是一支抗日的国军部队的阴兵。云南这个地方树木茂盛，很多地方呢是照不到阳光的，那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称为阳地，那阳光终年照射不到的地方就称为阴地。阳地呢，它适合人的居住，阴地呢就适合于居魂，所以呢墓地往往都是选阴地，而且呢背山面水就更好了，可以福荫后人。那么第二种呢，往往都是出现在大灾难，死了很多人之后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阴兵。那这些阴兵都是地府派来居魂的鬼差鬼将。那我们设想一下很多大灾难发生之后就会死很多人，那往往这些死人的地方很多冤魂都聚集在一起，他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家园，突然死去，他不舍得离开。比方说地震瘟疫那这时候地府就会派出他们的部队鬼差军来居魂。其实呢，从古至今一些地方如果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之后都会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阴兵街道。那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有很多救援的官兵他们也看到过，就是因为冤魂太多，都聚集在一起，黑白无常呢，他们也来不及收，所以呢要派阴兵过来。第三种呢，就是鬼界的战争了。阴兵借道很多的这种说法都是出自于军人的口中。其实呢，鬼道它作为6道之一它也会发生战争。那么他们如果发生战争，也要行军嘛。如果在行军的途中遇见了我们阳间的军人呢，也在行军，两方面碰到了。那因为阳间的军人都是男人嘛，而且血气方刚，阳气呢非常重。而鬼道的阴兵呢，都十分忌讳阳气，就像我们忌讳阴气一样的。可能呢是我们阳间的部队呢挡住了他们行军的道路，所以说阴兵部队中就会让一些阴兵去显形，告诉我们阳间的部队我们这里要行军，借此通过。那么我们如果阳间的军队在行军当中看到有阴兵了，他们显形了，就会立马把头低下，尽量走在靠阳的一边，互不干涉，擦肩而过，互不干扰。那传说中关羽关云长他死了之后，因为业力太重，他就坠入了鬼道，也成为了鬼道中的一个王，带兵的四处打仗，还是四处打仗。所以说阴兵街道呢，你说看上去呢很诡异的，其实呢用我们阳间这种想法去想，其实没有什么很奇怪。那你要问我了，要是我们老百姓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只能说你想多了，你想碰到呢基本是不可能的。那么万一呢？万一如果你碰到阴兵街道，就说明呢阎罗王在阳间巡逻，他要带一小队的阴兵开道。那么如果你碰到，就要立刻趴在地上，千万不要抬头看或者回头看。那不然呢，阴兵如果看到你看到他呢，就会吹灭你肩头上的2团阳火。我们人的肩头上都有2团阳火，这个和半夜你走夜路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你半夜在路上走，突然呢好像听到背后有人叫你，你千万不要回头，一回头肩头的2团阳火就被取走了。日后呢一定会大病一场，甚至更严重，你直接就下去了，直接呢变成阿飘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阴兵借道指挥阴兵的，也只有在电影里看了。就像过去好莱坞的大片《木乃伊3》里边，李连杰他扮演了秦始皇，复活召唤了大量的阴兵。还有呢，就是最经典的，在电影《指环王》里边，阿拉冈呢步入王者之道，并召唤了亡灵军队来履行当初他们的誓言，然后呢打败了魔族。那这些亡灵的军队他们就是因为有誓言在嘛，所以说呢有一股怨气，有一股恶气，只有履行了誓言之后他们才能够如释重负，重新投胎做人。那很多人会说，你这个都是迷信的确实我们都没有碰到，但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过6合之外存而不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未知的领域他呢不做过多的探讨，保持的这种争议。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我是老白，我去睡一会儿，拜拜。